这次讲荀子的治国理论。在如何治国这一问题上，孔子的主张是恢复周代的礼乐制度，以复周礼为自己的历史使命。荀子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思路，并沿着这个方向发展，对礼的起源、作用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。荀子认为，礼是圣人为了节制人们的欲望而制定出来的。人生而有欲，欲而不得，则不能无求；求而无度量分界，则不能不争；争则乱，乱则穷。人生下来就有欲望，如果欲望得不到满足，就会有所求；如果所求无度，没有标准，就会发生争斗；有争斗就会产生混乱，混乱就会导致穷困。先王恶其乱也，故治理亦以分之，以养人之欲，己人之求。使欲必不穷于物，物必不趋于欲，两者相持而长，是礼之所起也。古代的圣王厌恶混乱，就制定礼仪，划分等级，节制人们的欲望，满足人们的要求，使人们的欲望不会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，而物资也不会因为满足人们的欲望而被消耗殆尽。为了物资和欲望两者相互制约，保持长久的协调发展，这才制定了礼。礼的作用除了节制欲望，还在于确立等级名分。故人之所以为人者，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，以其有变也。所以人之所以成为人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两只脚而身上没有毛，而是因为他们对各种事物的界限都有所区别。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，有牝母而无男女之别，故人道莫不有变。禽兽虽然有父子，但没有父子之间的亲情；虽然有雌雄，但没有男女之间的界限。而人类对所有事物的界限都要有所区别。辩莫大于愤，愤莫大于礼，礼莫大于圣王。对各种事物的界限加以区别，没有比确定名分更重要的了；确定名分，没有比遵守礼法更重要的了；遵守礼法，没有比效法圣明的帝王更重要的了。力不若牛，走不若马，而牛马为用，何也？曰：人能群，彼不能群也。人的力气不如牛，奔跑不如马，但牛马却为人所役使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人能结合成社会群体，而牛马不能结合成社会群体。人何以能群？曰愤。愤何以能行？曰义。故义以愤则和，和则一，一则多利，多利则强，强则胜物，故公事可得而居也。人为什么能结合成社会群体呢？就是因为有等级名分。等级名分为什么能实行？因为人有礼法道义，所以根据道义确定了名分，人们就能和睦协调，和睦协调就能团结一致，所以人才有可能在房屋中安居。礼制、等级名分是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东西，有了名分，人们才能团结在一起，团结在一起组成社会，人才能称之为人。圣人为了教化百姓制定了礼，但人们很多时候是不会自觉地执行这些礼的，于是就需要原法入礼。尧舜者，天下之善教化者也，不能使猥琐化。尧舜是圣人，是最会教化人的，但是也不能教化险诈奸邪之人。对于那些根气特别差的人呢，你想让他遵守礼仪，靠劝说教育的方法完全是行不通的。对这种人怎么办呢？荀子说只能用暴力帮助他们遵守，这就是原法入礼。所谓原法入礼，就是将法加入到礼的内容当中，赋予礼以强制性。道之与法也者，国家之本作也。道这个字在这里指礼，这句话是说礼和法是国家的根本事务。治国的话，礼也要讲，法也要讲。治之经，礼与行，君子以修，百姓宁。明德慎罚，国家既治，四海平。治理国家的纲领就是礼制与刑法，君子用礼来修身，百姓惧怕刑罚而安宁。彰明美德，慎用刑罚，国家才能稳定，四海才能太平。治理国家，礼跟法二者缺一不可。儒家传统是强调仁政的，以德治国，刑法充其量也只有一个辅助作用。但是荀子因为受到黄老道家的影响，
所以跟传统的孔孟儒家不太一样。荀子强调礼法并重，礼和法之间呢，荀子还是把礼排到第一位的，法是第二位的，礼重于法。荀子说，单纯的法治是不足取的。凡人之动，为赏庆而为之，则见害伤焉止矣。人们的行动如果是为了赏赐和表扬才去做的，那么如果一件事情做了会对自己有伤害，大家觉得得不偿失，就罢手不干了。因此荀子说，刑罚奖赏只是庸途欲卖之道，只是雇佣买卖之道，不能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。你要想长治久安，还得靠礼，还得靠德。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中，荀子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人，而不是法。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，有君子而乱者，自古及今未尝闻也。有良好的法治而产生动乱是有过的，有了贤良的君子而国家动乱的，从古到今还不曾听说过。法是由人制定的，由人来遵守的。有了君子，自然会制定出好的法，自然大家会遵守法。如果没有君子，第一，法它就制定不好；第二，即使有好法，也没有君子来实行。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最重要的还是人。这就是荀子的人治高于法治。荀子的思想就说这么多，最后是荀子哲学总结。天道观讲天行有常，天人相分，治天命而用之，人性理论；讲性伪之分，化性其伪，治国理论；讲礼的来源与作用，原法入礼，礼重于法，人治于法治。荀子呢就说完了，剩下时间简单说两句《易传》。《易传》是一部战国时期解说《易经》的论文集。《易经》之前说过是西周时期的一本卦书，《易传》呢就是战国时期的一些儒家的人对《易经》的一个注解发挥。表面上是在注解《易经》，实际上是借《易经》这么个形式来阐述自己的儒家思想。《易经》和《易传》合起来叫做《周易》，大家去书店买《易经》基本上都是《周易》，就说都是包含了《易传》的。《易传》的主要思想可以分两方面，天道和人道。天道是讲天的。关于天，《易传》主要讲两点：一阴一阳谓之道。阴和阳就是道，阴阳化生万物是统摄万物的基本原理。阴阳就是对立面，比如有上就有下，上是阳，下是阴；有内就有外，外是阳，内是阴；有男就有女，男是阳，女是阴。从天地之道到社会人伦之常，一以贯之，任何事物都有阴阳，均是由阴阳变化而生。易传说，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。天的根本是什么？阴与阳。地的根本是什么？柔与刚。人的根本是什么？就是仁与义。阴阳化生万物，万物皆有阴阳，阴阳就是天道。然后生生之谓义。日新之谓圣德，生生之谓义。日新月异，不断变化发展，就是崇高的品德。生生不绝，生生不息，就叫做义。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天地最大的德行就是生，就是生化万物。万物始终处于生化变异的过程之中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生命。生命一代接着一代繁衍生息，相续延绵而不绝。这一切发展变化背后的动力来源就是天，生化万物是天地最大的德行。人道，人道就是讲人应该如何活着。易传论人道，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人要时刻保持一个忧患意识。危者使平，易者使轻，惧与终始，其要无救。忧患可以保平安，疏忽大意就会让你倾覆。始终保持警惧忧患的心态，大概就可以让你没有灾祸了。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，存而不忘亡，治而不忘乱，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。
从国家的角度来说，平安的时候不能忘记危难，生存的时候不能忘记衰亡，大治的时候不能忘记动乱。凭借这个就可以安身，国家也可以长保。人到下一点，自强不息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天在运动，刚强进谏，生生不绝。相应的，君子处事也应像天一样，自我力求进步，发愤图强，永不停息。易传就简单说这么多，先休息一下。